AI 行情走到今天，市场上最赚钱的那个问题啊，正在悄悄换掉。过去3年，这个问题是谁能把算力建出来？最近呢，它变成了算力建出来之后，谁能把它卖出去？最近市场有一条线突然热了起来，云计算、国资云、算力租赁、AI 服务器。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云服务板块又回来了吗？这个说法不够准确，因为现在市场真正交易的不是传统的那个云服务的老概念了，而是一条更完整的产业链，我把它叫做 AI 算力服务链。那么我先把结论写在黑板上啊，这一轮行情的本质呢，实际上是 AI 的钱正在从硬件投资向服务化、现金流化扩散。第一个阶段，大家比的是谁能建算力；第二阶段呢，比的是谁能真正运营算力。但是现在呢，已经到了谁有真正的现金流的阶段了。当然，越靠近现金流的故事，越要用现金流来验货。那么这一期呢，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条产业链拆开来，教大家怎么验货。那么这个系列呢，我们一直在跟着 AI 的行情扩散链在走，从最早的存储啊，也就是粮仓那一期，讲到了玻璃基板、地基那一期。今天呢，我们走到了硬件的下一站运营。在母图上，它点亮的就是现金流，因为任何的商业故事最后一道的硬约束都是它。今天这堂课给大家2套配套的工具，第一件呢就是算力服务链的4层图。AI 服务器生产算力，数据中心承载算力，云平台和国资云调度算力，算力租赁卖出算力。那么这4层缺1层，故事都是虚的。第二件工具呢是算力账本期问，专门用来给那些最会讲故事的企业来做验货。那这2套工具呢，是这期节目啊最值得大家收藏的东西。在玻璃基板那一期啊，我们造过一把量新技术的4节点卡尺。今天这本账呢是测量商业模式的，咱们频道的工具箱啊又多了一个。这期的沙盘推演呢是一张电网，我们把 AI 算力看成是一种新型的电力 ，AI 服务器呢就是发电机，真正生产电。数据中心呢是厂房加电网接口，它需要把发电机安好供电，还要散掉热接上网络。云平台和国资云呢是电力的调度中心，决定电分给谁，怎么分，在什么样的安全边界里面用。算力租赁呢就是装电表收电费了啊，按照小时，按照算力，按照 token 调用，把电变成收入。所以这张图一画啊，咱们开头的问题就清楚了。为什么市场现在不是云服务在单独涨啊？因为市场交易的不是某一个环节，而是一整个链条，这是一整张的电网。因为发电机要有，厂房要有，调度要有，最后呢还得交电费。这个中间断掉任何一环，那这个故事都讲不完整。我们来看第一层啊 ，AI 服务器它是生产算力的，它不是普通的服务器升个级，而是要围绕着 GPU、国产 AI 芯片、高速网络、存储电源、液冷整机设计的一个重新的一个组织。那么这一层的意义就在于，它是整个链条的业绩验证的入口。只要服务器厂商开始交付了，收入开始确认了，那么这个整个链条呢，它就不是空中楼阁了。但是呢 ，AI 服务器它不是买一个 GPU 就完事儿了 ，GPU 很贵，可是它旁边的HBM、SSD、网卡、PCB、电源、液冷，同样能够决定这台机器到底能不能稳定的跑起来。而这里呢，又正对上了我们上次讲存储那一期的道理，大厨再快，如果它的备菜台跟不上也白搭。那么凡是在这一层的企业，我们要验证就得看它的订单、毛利率和交付能力。第二层呢，其实就是这个数据中心啊，它负责承载算力。那很多人以为啊，数据中心就是机房，其实不完全正确啊。AI 服务器呢，它功耗高、发热大，
密度高，传统机房啊不一定接得住。这就好像我们买了一台超大的发电机，总不能放在家里的客厅吧？它需要专门的厂房啊，需要稳定的电力啊，需要散热系统啊，还需要有人维护。所以呢 ，AI 服务器越多，能够承载他们的数据中心就越值钱。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啊，不是所有的 IDC 都值钱。那么我们验证这一层的公司，我们要看的就是电力指标、高密度的机柜、液冷能力、客户质量，尤其是他们能不能满足政企、金融、能源这些客户的安全合规的要求。未来的智算中心啊，不是一个所谓的放机器的地方，而是 AI 基础设施的运营底盘。然后我们来看云平台和国资云了，它是负责调度算力。那么这一层呢，最容易被误解，因为传统的云计算呀，是企业把 IT 搬上云，它卖的是计算、存储、软件订阅，图的是降本增效。但是 AI 时代的云呢，实际上是反过来了，企业不必自己去买 AI 服务器，自己训练模型，自己养 GPU 集权，而是要从云上把 AI 的能力调用下来。那这个方向就倒转了。过去呢是把业务搬上去，现在呢是要把智能调下来，所以云的商业模式呢就从原来的卖 IT 资源变成了卖智能的能力。特别是这个国资云，咱们要单独讲，因为它的逻辑呢最特殊，它拼的可不是便宜了，而是安全、合规、政企客户和数据的边界。政务、国企、金融、能源这些场景啊，不可能什么数据都往公共云上面放，更不可能依赖境外的模型和算力。所以呢，国资云它不一定技术最炫，但是呢，可能是政企 AI 落地绕不开的那个层，因为在这些场景当中，合规就不是加分项了，而是必备的入场券。那么我们验证在这一层的企业，我们要看的就是政企订单落地的情况，还有地方的资源，还有行业的场景。第四层呢，就是算力租赁，它是负责卖出算力的。那么这一层的故事当然是最性感的，因为他们能够把一次性的硬件投入变成持续的收费的收入。就有点像房地产行业，从原来的卖房子变成了现在的收房租，把原来的一锤子买卖呢变成现在长期的现金流。那么市场爱这类企业，爱的就是它能够把资产啊持续的产生现金流的这个想象。可是呢，也正是因为这一层的故事最好讲，最容易传播，它也是我们这4层当中的企业里面最需要验货的一层。因为我们今天的第2件工具啊，就是专门为它准备的。很多人看算力租赁的公司呢，往往只看一个数，就是它有多少 P 的算力，数字越大，仿佛就越兴奋。而我做投资这些年呀，看重资产的生意呢，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我不听他讲什么故事，我先给他算回本的周期。我们要给它算算啊，它的设备的价格、利用率、租金、电费、折扣、融资成本都给它一项一项摊开，一台机器几年能回本？哎，那么这一张纸啊就算得清清楚楚。故事讲不讲得通，先算了账再说。那我说的账本7问呢，就是这7问。第一问呢，我们要问设备 ，AI 服务器是从哪儿来的？采购的价格贵不贵？第二问呢，我们要问上架啊，他买回来的算力上架率有多少？摆在仓库里的算力啊，不是资产，是折旧。第三问呢，我们要问客户啊，看他租给谁了，客户的质量和集中度怎么样？第四问呢，我们要看价格，租金单价现在是什么水平，能不能维持？第五问呢，我们要问合同，合同期限有多长，到期续约率怎么样？第六问呢，我们要问成本，它的电费、运营啊、折旧、融资成本，那么扣完之后呢，还剩多少？第七问我们要问回本啊，就是在当前的条件下，一台设备几年能回本？回本周期比设备淘汰周期长还是短？这7问当中啊，最有杀伤力的就是最后一问了。因为如果它的回本周期比技术淘汰的周期还要长，就说明设备还没有赚回本，就已经被下一代芯片淘汰了。那么算力的数字越大，它的包袱越重，看起来是资产，实际上是负担呢。那么产业链拆完了，有的朋友会问了，为什么现在这条线会爆发呢？我认为有4个催化剂。第一个呢，就是 AI 服务器现在开始有业绩验证了。
硬件的主线呢，光讲概念，市场很快就会审美疲劳。但是，一旦看到有真实的订单啊、交付、利润，那么整条链的可信度都变得更加的实在了。你看，发电机好像真的能卖出去了，那后面的厂房调度电表的故事才有地基呀。第二呢，算力的需求正在从训练走向推理。那这是本期最重要的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啊。训练就好像建厂，它需要一次性大投入，那么推理呢，更像是每天都得开工，持续有消耗。应用越多 ，AI agent 越多 ，token 调用越多，算力呢就越像水电煤了。它们就不是建出来摆着的资产了，而是每天都需要被消耗的商品。推理的占比越高，收电费的商业模式就越成立。第三个催化剂就是海外映射。海外科技巨头啊，过去呢是买算力、建算力，服务自家的模型。现在呢，市场开始讨论了，说这些算力资产能不能对外服务，能不能货币化呀？那么这种讨论映射到我们 A 股，就变成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国内谁能够把算力从资产变成服务？当然，大家注意，映射只是催化剂，它并不能代表这些企业真实的业绩。映射炒作和业绩兑现之间的区别，等下我们讲信号的时候呢会见分晓。第四呢就是资金切换啊，芯片、光模块、PCB、存储、服务器这些硬件环节呀，市场已经充分的交易过了。现在他们估值不便宜，分歧也在加大，那么资金呢就会顺着产业链往下一层去寻找，就是谁能够把硬件最终卖给客户，形成收入，从资本开支走向现金流。这个切换方向的本身就是我们这个系列一直在讲的那条扩散链的延续。那么对于这条产业链呢，我的基准判断啊，就是 AI 行情从建设算力再向运营算力阶段扩散，方向是成立的，但是服务层兑现的节奏是高度不确定的。现在呢，它是一条正在被验证中的主线，但是没有完全验证完毕。如果它升级成为主线，需要以下一些条件。首先呢，就是算力租赁头部公司的上架率维持高位，而且持续的续约稳定。那么国资云的政企订单现实的落地了。第三个就是按 token 计费的收入出现了规模化的增长。那么这三个信号灯如果有2个以上成立了，运营算力就会从叙事升级为市场的业绩的主线。那么什么情况下那这个主线会被市场降级呢？就是第一个啊，它的租金价格持续的下降，或者第二个它的利用率披露缺失或者恶化，第三个呢就是 AI 服务器的订单增速放缓了。这3个信号当中，如果有2个，那么这条产业链呢就会被消化啊，市场资金呢就会退回到硬件周期的剧本，服务层就会定性为映射炒作。那我们就应该用交易纪律去处理，不要恋战了。那么从方向层面来看呢，云的商业模式啊，从卖资源走向卖智力的能力，这是确定性比较高的，这是10年级别的产业逻辑。从节奏层面看呢，具体到哪一家公司哪个季度会兑现，现在没人知道，包括公司自己。那么政企客户的决策周期、推理需求的爬坡速度、租金价格的竞争激烈程度，每一个呢都是变量。所以这一期呢，我们不会找到确定的答案，但是我们会知道验货的方向，就是方向的钱好赚，那么节奏的钱呢就要靠纪律了。然后我们讲一下落地的部分啊，这个行业的定位。那么这条线呢，在我的 ETF 这本书当中呢，是属于进攻象限的核心区，它会比玻璃基板那期的主题更加成熟，但是比防守层的风险更大。那么我们判断呢，第一层从认知来讲，我们有一个3问的定位，就是你买的公司在4层图的哪一层，这一层验证的指标是什么啊？服务器的企业就要看订单交付，数据中心的企业呢要看电力的指标和机柜，国资云的企业要看政企合同，租赁的企业呢就要看刚才讲的账本期问了。那么我们要看这家企业它现在赚的是资本开支的钱还是现金流的钱，如果这3问都答不齐，大家就不要着急下单。
那么第二条呢，是从配置层来看啊，如果你的防守层的底仓是完好的，而且呢，你愿意翻公司的财务报表去核对它的利用率和现金流量表，那么你可以在进攻象限内呢，用小仓位去参与，而且呢，硬件层和服务层是要分开来对待的。硬件层我们要按照景气周期的纪律去做啊，要看订单和库存。服务层呢，我们要按照现金流验证的纪律去做，要看期问啊。两套纪律不能够混用，就像上期讲的，信号决定玩法，而不是仓位决定你的信仰。那么跟踪这个行业呢，我们要看4个信号。第一个呢，就是 AI 服务器业绩的持续性啊，第二个就是算力租赁的上架率和租金，第三个是国资云政企订单的落地情况啊，第四个就是收入结构，看是不是能够从卖资源走向卖 token、卖模型啊，调用有没有这个升级的迹象。这4个信号呢，逐个亮起，这就说明啊，这个云已经成为 AI 行情的新主线了。如果只有某些企业的股价在动啊，这4个信号纹丝不动，那只能说明他们现在是海外映射的炒作，涨完就会走，不会给它未来一个主线讲故事的空间。最后呢，一家算力租赁公司啊，如果从不披露上架率，那么它不披露的那个原因，大概率就是你不应该买它的原因。这条 AI 扩散链。咱们的系列呢已经讲过了存储啊，玻璃封装，今天呢又讲完了算力运营。那 AI 算力服务链的4层，大家要记住啊：生产、承载、调度、卖出。账本期问呢，我们也要记住啊：设备、上架、客户、价格、合同、成本、回本儿。那母图上呢，今天点亮的是现金流，这是所有故事的最终的验证的指标。因为 AI 的第一阶段呢，比的是谁能够建设算力；第二阶段呢，比的是谁能够运营算力。因为真正值钱的不是把机器买回来了，而是能把算力卖出去，把投入变成现金流。最后留个问题给评论区的你。在云计算的服务器、数据中心、云平台、算力租赁当中，你认为未来3年真正能赚到大钱的是哪一层呢？说说你的理由，我会在评论区参与讨论。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